家好，我是沈老师。我们今天来讲讲手工打板跟数位打板的差别在哪里。那我自己本身以前是手工打板，所以很排斥那种3D 啊数位化。但是我发现，当我学了之后呢，我这几年都在做这个3D 数位。其实学会了之后呢，对你在工作的效率其实是事半功倍。那我就想要用这几年我们公司从手工打板进入到电脑数位，那到现在3D 模拟，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粉丝团，其实很多3D 模拟的这个范例。那在几年的过程之中呢，我们怎么从工作比较没有效率的方式，到现在可以透过3D 给客人看很多的实际的样品的这个过程，并且分析给大家听各项的优缺点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。其实打板有分几个方式，一种是手工打板，一个是数位的2D 电脑打板，再来是3D 的示意模拟。那我们看到呢，手工打板呢，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，一张一张的纸。那你就会想象，就是你们对于服装打板啊，或者是师傅们啊，他就是拿一个皮尺在这边嘛，然后割纸。那比如说我想要这一块上面再接一块东西的话，那我就要不断的去抠笔这张纸，又放上来，抠笔这张纸放上来。你想想，我们打完一个板之后，一定要车出来做一件。那做完一件之后又不行，又要重新打板，那它就是要浪费很多的这个纸。所以我们每次在手工打板的时候，就会一堆的纸浪费掉了，然后就是丢掉，就不能用。那如果它不见的话，你又要去就是重新打这个板，就是比如说缺一角啊、破损啊或者遗失这件事情。所以在手工打板里面呢，其实它的优点是你今天在学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很好的了解，因为你画多长就是多长嘛，然后直接对到衣服上面，你就知道这个比例是多少，它比较好懂，但是在保存上面呢，就会比较不容易，因为都是透过纸、白报纸或者是牛皮纸，它很容易不见破损。最重要的是潮湿啊，有时候潮湿的话，那个尺寸就会不一样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基本上手工打板就是以初学者为主，但还有一种定制服。定制服的话也会比较常用在这个手打板，因为定制服就只有一件，它不需要量产，不需要重复的保存，所以它可以是画了完一件就是否这个人或这一件东西，然后或者是在布料上面直接做打板的方式，所以这是手工打板的优缺点啦。第二个部分呢，我们就来讲那个数位打板。那数位打板其实就是用电脑去取代手工。那电脑软体呢的打板其实有不同种的软体啦，像我们公司使用的是 Gerber， 那你会依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。那像是电脑打板的好处，其实像我们刚刚手工打板是不是要一直割，然后我取一个裁片要画完再剪再割？那我们看电脑打板，例如说我今天要套取这个局部，我就选取我要的位置。好，它这样子呢，这个裁片就被我们套取出来的。那你可以另外再去做更名的动作。另外呢，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裁片增加缝份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很快速的给它缝份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缝份打开，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裁片上的外缘就有缝份了，那再依据你的需求去调整缝份角或什么的。所以在这些功能上面呢，字型它都要一一的去割、去剪、去画。但是在电脑上面，我们透过这些功能的设定，直接调整就是我要的缝份啊、尺寸啊，甚至是抠板。它的好处就是这样，它可以很便利的去使用一些重复版的功能。另外还有放缩，你会看到我这边右手边这个裁片，它是有不同尺码的。那这些尺码呢，就是我们透过电脑的功能去做，比如说我腰要放多少，臀围要放多少，长度放多少，这些尺寸去定义它之后，它就直接放缩出来了。所以这也可以简化我们今天在纸上放缩，你要一一去调啊、移动啊，然后有可能还会差0.1、0.2。那电脑其实它是更精准的。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在于，比如说我们要保存这些档案都可以存在电脑里面啊，我要复制的话再把它叫出来去复制，最后再把它用出土机出来就可以了。所以使用上其实它是非常方便的，只是说缺点就是软体的费用非常高，所以如果是个人工作室或者是个人想要使用的话，基本上是比较难，因为一套软体其实就是大概30万起跳吧，每一家不一样。
但这个的好处就是，你今天有了这些功能上面，你可以去做很好的运用、保存之外，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板片叫出来，再去做复制。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方式。好。第3个部分呢，就是 3D 的模拟试衣啦。3D 模拟试衣呢，其实近几年是非常夯的一个软体。那也有很多各大品牌已经开始使用这一套，就是也不是只有这一套，就是这一项 3D 试衣的工具。那 3D 试衣的工具的好处在于说，你今天呢，我们想要把板子打出来之后，其实我们可以透过电脑上的缝合，直接看到样子。它可以取代我们今天如果手工打板或者是数位打板打完之后，你一定要把衣服做出来才能看到衣服实际的样子，因为大部分的人或者是设计师、消费者不太懂版型这样一张一张的样子是什么。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3D 的方式直接看到样子。那如果需要调整的话，我们透过这个视窗调整。那我们就现场直接小小的操作给大家看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已经穿好的 3D 的样子。那 3D 软体它其实也分很多套，像是我们使用的是 DC， 那还有像 Vistitcher 啊，然后或者是Crow， 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哪一套是适合自己使用的。那不过功能上都大同小异，都是一个有2D 的视窗，就是板片的视窗，那一个是3D 缝合的视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简单操作一下给大家看。比如说像是这一件的衣长，我们想要这个比例好像要调整一下，那我就可以局部去点选之后去调整。你看，在3D 上面，它就是即时调整我们想要的尺寸跟维度。没录影啦，白痴！因为我重开了。比如说像3D 这个画面，我们想要调整这个局部的长度啊，或者是局部的位置或宽度，好，我们就任意点选你想要调整的地方，好，就去移动。比如说我想要加长。好，你会看到这个比例马上会调整，所以这边呢，就是在2D 的视窗里面即时调整的时候，3D 会改变，它可以马上看到样子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啊？如果是的话，再把这个板片导出去做衣服，它就可以减少重复试穿的这个布料耗损啊、人力耗损等等的，甚至这些纸张的材料。所以呢，这个的好处就在于说，我们今天可以刚刚有减少所谓的耗纸耗损跟时间之外呢，同时我今天衣服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先看到3D 的样子长得是怎么样子。那如果确认的再去做样衣，就不用重复试衣，然后还有减少沟通成本。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啊，衣服都要做出来，试完衣服才能要调整这边、调整那边，又要再去做一件。但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些3D 的工具，解决了中间的一直沟通上面的误会啊，或者是想法上的误差。那介绍完这3个方式，虽然工具的使用没有好与坏，但是呢，可以依照你个人的使用方式。比如说，你今天只是要自己学兴趣啊，做衣服，你就可以用手工；或者你是初学者，用手工纸型的方式比较好理解的话，透过手工的方式会比较适合自己。但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专业级，需要做衣服的量产跟生产，当然我们就是透过这些数位化的科技，可以减少纸张，减少浪费，同时呢，可以远端，比如说我今天试衣的时候，跟不同国家的人去做试衣，我们都可以透过远程的方式去做科技化的试衣，就不需要把衣服啊寄送过去、寄送回来，又要修改，浪费纸、浪费材料，甚至还有就是留有碳足迹这件事情。所以现在有很多国际的大品牌，像是 New Balance、Nike 都在使用这样子的3D 试衣的方式去做产品的开发。所以也回到我们刚刚讲的，其实服装打版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永续？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科技来达到我们对环境的友善啊，减少碳足迹等等的方式，也对海龟友善。今天的介绍里面呢，你觉得你自己适合哪一个？另外呢，我在10月的时候受邀新竹劳动部的新竹创科基地有开立一个3D 的数位模拟课程，那这个课程是完全免费的。那有兴趣的话，记得锁定新竹创客基地，不要来找我，不要找我报名，找新竹创客基地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